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本周，特朗普带了一个豪华阵容去北京，马斯克、黄仁勋、苹果的 Tim Cook、贝莱德的 Larry Fink、波音的掌门人，10几个美国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跟着总统一起登上了空军1号。特斯拉的马斯克、英伟达的黄仁勋、苹果的 Tim Cook、贝莱德的 Larry Fink、波音的 Kelly Ortberg。苹果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苹果正在把部分 Mac mini 的生产从中国搬到德州休斯顿，但 iPhone 的组装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Tim Cook 需要确保苹果在中国的工厂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政策打击。高盛预测，这次会谈会聚焦关税和芯片出口管制，全世界都在等一个重大突破。结果 Fortune 的标题只用了4个字：空手而归。标普500从历史新高7500点跌到了7408点，跌了 1.24%。纳斯达克跌了 1.54%， 道指从5万点上方跌回49500，国债收益率飙到了 4.6%， 一年新高。全球每一个主要股市都在跌，韩国的 KOSPI 指数一度暴跌 6%， 是近期波动最大的亚洲市场。中国的 CSI 300跌了 1.1%， 日本日经指数跌了将近 1%， 欧洲全线下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特朗普这次访华是10年来第一次美国总统踏上北京的土地，上一次是2017年他自己的那次。这次本来因为伊朗战争推迟了1个多月，最终在5月13号成行，行程安排得很隆重，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天坛的合影、2天的闭门会谈。特朗普在见面的时候称，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者。习近平在会上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问中美两国能不能跳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规律。这个概念来自哈佛教授 Graham Allison 的书《注定一战》。过去500年里有16次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习近平主动提这个话题，既是在示好，也是在警告。听起来气氛很好，但仔细看结果，实质性进展几乎为零。贸易方面，特朗普想让中国多买美国大豆、波音飞机和能源，结果波音只签了200架的意向订单，听起来不少，但2017年那次卖了300架。白宫在出发前暗示，这次可能卖500架，200架远低于预期。波音的股价在会议期间跌了超过 6%。一个有意思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的时候，中国买了300架波音，签了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那次被称为最成功的总统访华。这一次呢，200架波音，没有其他大额商业协议，同一个人，同一个国家，9年后的待遇完全不同。关税方面，目前中美之间的关税仍然维持在去年10月釜山会议达成的水平。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综合税率大约 47%， 这次会面没有进一步降低。去年10月的釜山协议还包含了中国暂停稀土出口限制1年的条款。稀土是制造军事装备和高端电子产品的关键原料，如果这个暂停到期后中国恢复限制，美国的国防供应链会受到直接冲击。贸易休战协议还剩几个月到期，如果到时候没有延续，关税可能回到2025年4月2号的水平。另外一个被忽视的风险是，最高法院在今年早些时候裁定特朗普的部分关税权限违宪。会前有消息说，双方在谈一个叫做贸易委员会的框架协议，允许双方各自在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上降低关税，但这个框架在会后没有被正式宣布。Investing.com 的分析认为，即使最终签署，300亿美元的规模对中美几千亿的贸易总量来说只是象征性的，政府不得不用更慢、更不灵活的机制来实施关税政策。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想快速调整关税，
它的工具箱已经被缩小了。这是一个市场目前没有充分定价的风险。伊朗方面，特朗普希望中国帮忙施压伊朗，促成停火，但习近平只是说双方都希望冲突结束，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没有具体承诺，没有行动方案。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师岳素说得很直接，中国能做的有限，伊朗政权正处于生存模式，他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台湾方面，这是最敏感的话题。习近平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就发出的警告，英文官方媒体的原话是，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会让中美关系陷入巨大危险。特朗普在出发前曾经说要跟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和香港政治犯黎智英的问题，但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些话题没有取得任何突破。CNBC 报道说，台湾问题在实质层面并没有深入讨论。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师岳苏说得很直接，这并不意外，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太大，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一次峰会上做出让步。半导体出口管制方面，黄仁勋跟着特朗普一起去了北京。高盛在会前预测，这次会谈会重点讨论芯片出口限制，但会后没有任何关于放松芯片管制的声明。英伟达的股价在特朗普离开北京后跌了 4.4%。有报道说，特朗普在出发前专门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同行，黄仁勋答应了。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特朗普本来有意在芯片出口管制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否则带黄仁勋去没有意义。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TikTok 方面，财政部长 Bessent 之前宣布，中国已经批准了 TikTok 的转让协议，但具体细节仍然不清楚。这是去年釜山会议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总结一下，特朗普带了美国最强的商业团队去北京，待了2天，拿回来的是200架波音的意向订单和一个秋天再见的邀请。关税没降，伊朗没解决，台湾被警告，芯片管制没松动， TikTok 细节不清楚。ING 的分析师 Pasau 说，我们之前推测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头条新闻来提振市场情绪，结果太少了。华尔街的反应更直接， Goldman 的分析师用了一个词 Nothing of real substance， 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信号。 CNBC 的分析指出了3个值得注意的点。第一，两国同意在未来3年建立建设性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架虽然模糊，但至少给了双方一个对话的基础。第二，特朗普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这意味着在贸易休战到期之前，2位领导人还有一次面对面谈判的机会。第三，双方都在努力把这次会面描述为成功。习近平主动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给这次会面打了满分以上。这种互相给面子的姿态，说明双方都不想让关系恶化。习近平的核心诉求很明确，稳定关系，避免脱钩。中国出口商的实际压力不是来自关税，而是来自伊朗战争导致的全球贸易链中断。CNBC 采访的中国出口商说，伊朗危机比关税更让他们头疼。哈佛教授 Graham Allison 说，稳定是这次会面最大的关键词。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大概率会变成正式协议，但市场不在乎外交辞令，市场在乎的是数字。国债收益率飙到了 4.6%， 这是过去1年的最高点。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 5%。 当长期利率升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所有高估值的资产都会受到压力，因为资金有了一个无风险的替代选择。每年 4%到5% 的国债收益，凭什么还要承担股票的波动？这个逻辑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冲击最大。半导体板块近期暴涨之后，本来就处于脆弱状态。Intel 跌了 6%， AMD 跌了 5.7%， 美光跌了 6.6%。前一天刚上市暴涨 68% 的 Cerebras， 第2天就跌了 10%。高利率环境下，
越是高估值的股票跌得越狠。油价仍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伊朗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消费者物价指数超预期 3.8% 对 3.7% 的预期，生产者物价指数更夸张 1.4% 对 0.5% 的预期，几乎是预期的3倍。燃料和能源相关产品是涨幅最大的部分，但其他品类也在普遍走高。这说明通胀不只是油价的问题，而是开始向全经济扩散。通胀不仅没降，反而在加速。Bloomberg 的 Allspring 基金经理说，我们仍然认为美联储会降息，但可能要等到第4季度。如果油价继续在100美元以上，甚至有可能加息而不是降息。这就是市场跌的真正原因，不只是因为特朗普空手而归，而是因为空手而归叠加了通胀加速、国债收益率飙升和油价高企，几层利空同时作用，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不至于让市场跌1%以上，但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共振。对投资者来说，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9月24号，习近平访美之前，中美关系大概率维持现状，不会大幅改善，也不会急剧恶化，贸易休战应该会延续。第二，伊朗是最大的变量，只要战争不结束，油价就下不来，油价下不来，通胀就降不了，通胀降不了，美联储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加息。这条链条决定了下半年所有资产的走向。特朗普本来希望中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帮忙，因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如果中国减少购买伊朗石油，伊朗的经济压力会加大，停火谈判的筹码会改变。但习近平没有给出任何这方面的承诺，中国不愿意在中东问题上替美国处理，尤其是在自己还需要便宜石油的情况下。第三，下周三英伟达发财报，在半导体板块近期暴涨之后，任何低于碾压预期的数字都可能引发大幅回调。黄仁勋跟着特朗普去了北京，但没有带回任何关于芯片出口管制松动的消息，这对英伟达不是好事。第四，零售数据在走弱，4月零售额环比增长 0.7%， 比3月的 1.9% 大幅放缓，消费者在缩减开支。高盛的数据显示，散户交易量自4月以来增加了 28%， 散户持有的美股总市值达到12万亿美元，占总交易量的 20%，1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 15%。散户热情在高涨，但高涨的热情遇到利率上升和经济放缓的组合，历史上从来不是好事。下周沃尔玛、Target 和家得宝的财报会告诉我们消费者的真实状况。同一天，对冲基金大佬 Bill Ackman 公开披露，他在2月份微软回调的时候大举建仓。他说，以21倍远期市盈率买微软是近年来最好的机会之一。聪明钱在别人恐慌的时候入场。普通投资者应该思考的不是特朗普有没有从北京带回好消息，而是市场下跌的时候自己的仓位能不能扛得住。特朗普带着交易的艺术去了北京，但这次的艺术品似乎还没有完工。9年前的第一次访华，特朗普从北京带回了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和300架波音。9年后的第二次，他带回了200架波音和一个秋天再见的邀请。世界变了，中国的底气比9年前更足，美国的筹码比9年前更少，而市场的耐心比9年前更薄。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